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来宾，沈富雄委员、戴伟山发言人、黄伟汉先生、赖世宝委员、马文俊委员、蓝轩小姐。好，那么美国演完了，换欧洲演啊。那泽伦斯基呢跟川普翻脸，第二天就到英国啊。英国首相说：“我给你6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飞弹，但是呢，不是给你借贷，而且飞弹要在英国生产。”他一方面你借贷将来还是要还钱啊，他们选美国哦，美国搞了半天给他的钱，你还要回来，所以我现在不给你，我借贷你，同时呢在英国生产，那英国的军工业就赚钱嘛啊。那另外呢，这个欧洲的峰会啊，欧洲的这个理事主席啦，说欧盟啊是要把乌克兰打造成为钢铁豪猪啊。台湾它现在全世界有2个豪猪，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乌克兰啊。那你人不做，为什么要去做豪猪呢？人不做，为什么要去？真的啊。那好，马克宏法国总理说，英法提议了俄乌海空停火，陆不停，海空停。陆因为前线太广，前线范围太广，哦，相当于巴黎到布达佩斯的距离哦，所以呢没有办法查证，有没有停不知道。所以既然查证不了，那就不必停，你们继续打，海空停就好哦。这个叫哪门子停火的？你主要是在打陆战嘛，不是打海空战嘛？而且什么海战呢？他现在有什么海战？几乎没有啊，空军的无人机炸来炸去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欧洲不信任美国了，从美国手中呢把和谈主导权拿在手上，所以呢要停火1个月。问题是你要停火，不是你要停火，俄罗斯要配合你停火。这最重要，不是关键就俄罗斯嘛？因为俄罗斯开始是先发动的嘛，先去侵略乌克兰，所以俄罗斯要停火才可以啊。那俄罗斯不停火，你乌克兰说我要停，而且乌克兰条件还很硬啊，说你让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我就下台。他当时因为你要加入北约才打，那现在怎么会让你加入北约呢？这些人不知道讲些什么，可能故意讲的了，明明知道是不可行了啊。那欧洲峰会也要加码援助乌克兰，有4个共识，要一起组抗俄联盟哦。其实抗俄联盟从某种角度是抗美联盟啊。那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说：“好了，你们挺乌克兰，拖延战事。”就说这个战争，如果乌克兰打得赢，真的支援他，我都赞成，应该继续支援嘛。他打赢为什么不支援？那如果打不赢，那你该怎么办呢？这是要考虑的问题啊。川普认为他打不赢嘛，所以川普说你再打下去，更多乌克兰人死难，那我再继续支持你，只是让更多人死难，是不是就停损了？那欧洲觉得说继续打，打得很好，继续打，哦，所以克里姆林宫说他在拖延战事了，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啊。那另外呢，川普说暂停这个对乌克兰所有的军援，还没给的不给了，哦，拜登以前答应的还没运到的也不给了。运到波兰的，因为他们东西要到波兰转进乌克兰的，也不能给了，都停下来。所以呢，影响很严重哦，因为你没有美国这个武器，欧盟欧盟到底真的假的，你现在也不知道哦。因为欧盟政治也很复杂嘛哦，很多国家光组个阁，法国到现在为止那个总理已经换了5个了哦，总理已经换了5个，在短1年里面，德国最近也遇到麻烦，组阁的麻烦啊，所以他们自己有多少能力来帮忙？泽伦斯基也讲说呢，如果要结束俄乌战争，还是需要美国的支持了。美国不支持还是很困难的啊。那另外呢，武器已经快没有了，所以呢，欧洲可能会不要美国自己担起援助乌克兰的这样的能力哈。那但是呢，这个泽伦斯基美联社他没有选择了，你喜不喜欢川普是一回事，你只能跟川普和好，因为你要停火还需要美国的支持，否则的话你就是。所以停火是两边要打得势均力敌才能停嘛。如果你兵败如山倒，就投降了，这不是停火了哈。那川普是说呢，矿产协议没破局，就跟我前2天的预测一样。很多人说完了，我说不会。就川普是一个生意人，做生意吵架1次2次那是很正常的，最后你只要跟我签就可以了哦。所以呢，没破局。川普说泽伦斯基应该更感激一点。什么叫更感激一点？赶快跟我签，多让一点吧。我们看一下。Hello, everybody.
白宫川则会不欢而散，两大主角事隔几天持续隔空喊话。Well, I just think he should be more appreciative because this country has stuck with them through thick and thin. We've given them much more than Europe. 川普要乌克兰对美国心怀感激，泽伦斯基则抛文回应，需要美国支持实质外交才能实现和平。而川泽两人持续闹不和，欧洲国家领袖则选择力挺乌克兰。The mineral deal is not enough on its own, but can I just remind him, Russia is the aggressor. 影响言下之意是希望美国能提供更多实质上的军援，但同一时间，英国却针对法国总统马克宏日前抛出为期1个月的局部停战计划持保留态度。英国副防相波拉德也称，目前还没有跟法国达成协议。Clearly, this is more and better than Russia could have ever hoped for, and they are very much exploiting the ongoing PR wins that they're getting out of this. 而针对停火计划，克里姆林宫也冷嘲热讽说，西方已经开始失去部分团结。Там же еще звучали все-таки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го,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рочно обеспечить повышенный уровень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Украины. Это явно не для мирного плана, а, наверное,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老沈怎么看最新发展？这个主持人，你刚才有一点点过度强调欧盟的角色，恐怕我们的观众会被你稍微误导。我认为欧盟没有角色，欧美是从空中掉下来一个烂摊子，那老早就准备好了。这个 Zelensky 也晓得，我去 Oval Office 椭圆形厅是处去不妙，比鸿门宴更鸿门。哦，那人他们你看三娘教子啊，就川普、Vance 还有跟 Rubio 这个家伙，我们民进党的政府要特别小心。我们民进党中把 Rubio 看成非常 sweet 的朋友，你看 Rubio 骂泽连斯基好像在骂狗一样，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所以呢，他跑去欧盟以后，欧盟不得不接这个泽连斯基。有17个国家马上开会，马上开峰会，他就来一个 coalition of will， 就是有志者一同的联盟。我告诉你，这个欧盟17个国家，匈牙利没来，因为匈牙利本来就签书的。那这个是越往西北，就是越同意英法的作为；越往东南，像意大利啊、土耳其啊，那这些也不干。所以他们到底是虚是实讲的这些都是废话。那我告诉你，这是今天为止的民调，这是全国所有美国的民调，通通加起来，而且加权哦，就是重要的民调加分，不重要的民调减分。这个是到今天为止，你看 kiss 了2个民调哈，这个反对的、支持的慢慢下来，反对的一路上升，现在2个只差0.1啊。只差0.1，支持什么？这是川普的支持度，现在几乎 kiss 了，明天就交叉了。所以川普你说他急不急？他急啊，因为投票支持他当选的人呢，基本上除了限缩联邦政府跟赶回去那些非法移民这2项以外，通通反对，其他的政策通通反对。所以川普在跟时间赛跑。他做的这件事情，首先他要停止2个战争嘛，以色列跟那个俄乌嘛，那俄乌他已经决定了，这打不赢的，你拖累我嘛，所以这个要弃子，真的叫弃子，不干了，不要了，你再怎么演，你不演当然很糟糕，你演了也没有用啊。所以杰伦斯基这一点是对的。我那天如果配合的话，我在乌克兰的历史上就永远留下污名。那我现在人家还，你看，民调也提高了啊，现在17%还支持我，美潘一点啊。所以我觉得他聪明的话，应该配合欧盟啊，找一个漂亮的方法就下来，换他自己人上去，比较后事比较好处理了。哦，那现在是乌克兰一定要结束哦啊，这个是川普不要的，这是拖油瓶给谁？那以色列以阿呢？他说以色列是我们的人啊，而且已经一向都是赢定了，所以呢，他换服。就是我的人质在你手上的，通通回来了啊，回来就好办事了。以后你不听话就干你，所以他这个也处理了。那第3块就是台湾嘛，台湾跟前面2个完全不一样，跟乌克兰完全不一样，跟以色列也不一样。台湾就是说台积电这个，停风停，退风退，哦，它还有一点利用价值。你看那个魏总裁就去
去奉献了。这个奉献啊，跟乌克兰奉献稀土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有一个优点，我们大家太看坏台积电去美国。我认为台积电这种方式去美国其实不怎么坏啊，因为生意这样做也可以啊。你看台积电的本事就好。我觉得是有一点不一样在哪里？你知道，那个我们的总裁站在那边的时候，连一个官方人士都没有哦，他起码可以带经济部长去啊，都没有，这样是一个。从来一个美国总统在类似这个情况之下，川普没有私底下跟一个民间企业的头子啊，就说一起没有官方，而且呢，他赞美的要命，他赞美他。我跟你讲，川普不随便赞美人的，川普赞美的是谁？是习近平，是普丁，还有金小胖。他只有对手，他没有办法处理的，肯定的要命。但是他肯定我们这个位总裁怎么样？他说。半导体的优秀分子，其他领域也是优秀分子啊，刚好取得大气，表示说他 offer 的这个1000亿啊，他吞得下去，够甜够甜。所以我们台湾没事的，大家在叫什么叫？台湾空前稳定。但是你不稳定的，但是不对了，台积电不对，等一下讲，我们继续讨论，继续辩论。老沈，你给我1000亿台币，我赞美你是天下最完美的人，1000亿美金。他当然要赞美他嘛，而且对川普来讲等于打赢个仗，对不对？川普说，他如果不来，我将来加他25%的关税，甚至30%，甚至50%都不一定，所以他乖乖的来。川普觉得是自己赢嘛，他捧台积电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是捧他自己啊，好吧？这个范斯说，乌克兰的经济利益给美国是最好的保证，我有经济利益我就保护你了。你什么利益都不给我，干嘛保护你呢？这个坏哦，万事很坏。我知道嘛，反正很坏。我告诉你，川普下面养了一群狗，讲实话都是咬人。他那个国防部长也是啊，到欧盟去讲什么，对不对？你想要这个乌克兰回到原来的领土，怎么有这种可能？他的下面这50岁左右这些跟他比等于小一个世代了，儿子辈的人，到处咬人，他主人只要去咬，他们就上去咬哦。那另外呢，这个挪威一个公司说不给美舰加油了。挪威政府很紧张，说这不是挪威的政策，我们还是给他加油哦。那英国学者说，挪威赚饱天然气，挪威产生很多天然气，这是赚了一大堆钱，尤其政府还抽天然气税，所以政府也赚了一大堆钱。所以英国的学者说，你捐出来，你不要讲负能话，把钱捐出来，你赚那么多钱是靠战争发财，靠战争发财把钱捐出来，我觉得也算合理了哈。马斯克说，美国干脆退出北约好了，也退出联合国了，那联合国干什么？有什么用？人家表决都赢你，对不对？安全理事会也赢你，中美英法苏大会表决也赢你，人家非洲、拉丁美洲一加起来的票数比你多，你连在人权委员会都没有这个分量，你还留来干嘛？北约也是啊，叫欧洲自己去玩好了，你在北约干什么？哦，那所以呢，现在说呢，欧洲人要自救了啊，要自救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那么刚刚讲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家去见了川普，昨天就预告了，今天台北时间凌晨2点半见面，那事先就已经媒体就发表了这个魏哲家他们的计划，要投1000亿美元，原来已经投650亿哦，加这个1000亿就1650亿哦，而且呢，这个原来都说在美国没有先进的制程，2奈米到2028年才会。现在立刻要去了，不但2奈米，1.6奈米都要去了。原来说研发都在台湾，然后我们成功以后在那边生产，现在研发也要设立了。然后昨天还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不可能成功了，为什么？因为呢，在那边做好晶片，还回台湾来封装，再去。人家现在在美国设2个封装厂，对，没有人是笨蛋，你想到他都想到了啦，对不对？去就整套去的所以呢，川普赞美这个魏哲家是我们这个会议室里面最重要的人，不废话嘛？这个会议室这么几个人，他当然最重要，他来投资的那而且还要设研发中心，要增资1000亿美元，要设6个厂整要设6个厂。川普说呢，他在美国这还没有关税，他当然要来嘛，他不来我就加他关税，所以呢他是被我逼来的那
台积电说我在台湾、日本、德国投资不变，换句话说呢，我这边投资还照投，这边增加是那边的投资哈。那我今天也听到这个中午新闻，我看到那个吴佩仪民进党那个书记长乱讲一通啊，我真的听，我知道是真的笨还是故意这样讲？吴思瑶，他说到美国怎么会变成美积电？他到日本有变成日积电吗？到德国有变成德积电吗？他在日本跟德国投资跟在美国怎么会一样嘛？完全不同的规模嘛。他在日本当然不会变成日积电，在美国不会变成，在这个德国不会变成德积电，到美国就很难说了，因为他现在等于重心将来40%的晶片在美国生产了，现在已经讲40%了，那将来会不会变成台湾40%，美国60%呢？你认为会还是不会？那所以经济学人说这有难度，就讲说还要回台湾封装，也是乱讲他现在根本在美国就封装了，还在台湾什么封装？所以川普说你不来，我至少扣你25%的税啊！所以呢，媒体是说并不是关税啦，是政治压力啦，关税也是啦，还有政治压力啦。那周荣泰今天讲的是我们台湾力量的延伸到美国去了。经济部长之前还说不会啦，说他们到美国投资要到投审会来审查，还没有来投审会的审查怎么会去呢？他讲话没2天，人家就已经要投资1000亿了。今天他如果投资美国，然后跟你投审会申请，你会不准他跟美国讲，川普讲，那我要投资，我们这个投审会不准啊，经济部受得了？所以他今天又说最先进2奈米、16奈米，明年不会在美国生产，废话，明年还在建厂怎么生产？不讲些废话嘛，这听得真讨厌所以目前还不至于整个过去，目前那未来呢？大家当然不担心目前，担心未来。你们讲些什么话呢？不会有美积电，怎么不会有美积电呢？所以呢，这个陆行之讲的最有趣，到耳上买房地产，台积电就会变成另外一个逐客去买房地产吧。我们看一下。This is a very big day. 美国总统川普要重大宣布前，先握手一旁的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因为台积电送上1000亿美元的历史性投资。Wow, he's a legend, but he is a legend, 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Very great honor. Thank you very much. Mr. President. Thank you very much. 川普还称魏哲嘉是在会议室里最重要的人。台积电在2020年川普第一任期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第1座晶圆厂已经运作，加码的1000亿美元将新设3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1座研发中心，让未来40%的晶片美国制造。 In other words, you build,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Mr. Wei is doing, by building here. Otherwise, they'll build, if they did them in Taiwan to send them here, they'll have 25% or 30% or 50% or whatever the number may be someday. It'll go only up. But by doing it here, he has no tariff, so he's way ahead of the game.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Trump again for his support. In addition, I also want to thank my customers in the U.S., most important, R&D Center, also in Arizona. For this, all the investment, $165 billion, is going to create thousands of high-paid jobs, as the president just announced. 但是外媒关注台湾的护国神山加大美国布局，若中国侵台，是否减轻对美国的影响？ I can't say minimize. Tha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event, obviously. But it will at least give us a position where we have, in this very, very important business, we would have a very big part of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if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with Taiwan. 川普这句将带来巨大影响，是指更能护台，还是增加美国的安全保障？还是保障？像我们看现在表面是说投资1000亿美金，这是新加的原来旧的是已经承诺了650。还在那里，所以 total 全部加起来是1650美金，什么概念？5兆啊，5兆等于中华民国这个快要2年的中国政府总预算投资下去。所以你看刚才的川普一开始讲说 ，This is a big day， 这是一个大的日子。当然他全胜要阿龟嘛，这是有史以来单独一家公司投资最大的，投资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而且人家比跟鸿海那时候这个富士康那时候是100亿，现在是10倍，是1000亿啊，1000亿还没有算原来的650亿哦。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他特别强调，所以不要课关税。言下之意就是他原来已经讲了，最早讲的是说台积电不来我扣你100%的
要关税。结果我就记得我在立法院问郭志伟部长啊，随便乱说我说美国要课100%的关税，要课其他关税，你们怎么样？要经济部有什么意义？他说这个是好事，因为这个都 CIF， 它不是 FOB， 他就讲说这是好消息。我奇怪说他要扣我们的关税。全世界大家所有的经济部长都紧张，只有我们的经济部长伟大的这个郭志伟说这是好的事情这是第一点我强调。第二点我强调的是，他刚刚讲的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说这个民进党的干事长吴思瑶讲的，说这个还是就这个何卓荣泰讲的，说根还是留台湾，怎么会留台湾呢？我们现在2025年才做到2奈米的，算最先进的、最排行力了。结果他已经讲了李宗的这个厂2028就要有2奈米，差3年，还要提前，可能再提前，所以差3年。问题就是你领先的，就是台湾厂领先美国厂只有3年或者更少，然后研发中心去那里321嘛，3个晶圆厂，2个封浆厂，1个研发中心。你看刚才那个魏哲家也特别讲，We have a R&D center here in Arizona。他是讲这么清楚，就在这里，就变成我研发中心在这里，然后那个要增加厂什么之类的，这个那个加一加，那我们的郭部长又讲一句废话，他说目前 supply chain 这些人供应厂商不会去，你看好了会不会去？绝对去啊！为什么？如果你不去的话，你要卖给台积电一些零组件。你要从台湾运要增加运费在台湾做去那里，当然在旁边比较地利方便，所以整个林林总总，你会发现到说，这是整个台积电等于挖了全块台积电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搬到美国去。美国当然高兴的，他说未来全世界的晶片40%来自于美国的生产，其中最重要就是台积电在这个地方。这一次他做了这件事情，其实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负面。你看股市，如果像卓荣泰讲的说，我们发光发亮，全世界发光，为什么的股市一直跌？为什么一直跌？你光看价就知道了。好吧，这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周二清晨投下震撼弹，在官网发布重讯，表示要在美加码1000亿美元，横砸3.3兆台币，一口气再盖3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以及1座大型研发中心，总计在美投资金额已经来到1650亿美元。The Chinese decid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invade Taiwan. The estimates are upwards of 10% if we did not have access to semiconductor chips from TSMC.So that's a national security risk. 不同于美国参议员喜上眉梢，台湾半导体专家却忧心忡忡，认为建制晶圆厂符合预期，但连封装厂、研发中心都给了，担心一旦底牌尽出，恐怕让台湾半导体惨遭美国反噬。半导体专家示警，庞大的投资金额会让台积电逐渐将发展重心转往美国，面对较高的人力物力，不止毛利会受影响。最坏的情况下，就是包含广达、鸿海等 AI 半导体产业链都一起移到美国。不过，也有专家表示，这次协商，川普没有要台积电救援扶不起的 Intel， 已经是万幸。台积电，那么这次是并没有那么触及到这个所谓救援 Intel 的问题，而是独资，那么来加码这个美国的一个市场，跟客户还是有维持这个伙伴合作的一个关系。这样的算盘不知道谁占优势，但已经先让台积电股价出现动摇。4号开盘再跌24元，失守1000元大关。虽然盘中又失而复得，不过也让台股再度惨跌。开盘继续重挫248点，川普关税战影响持续发酵。现在没有叫你去这个再投 Intel， 是现在没有了，你先进来再说。你先第一步台积电来设厂，将来会不会还很难说。休息一下再回来。